来看云梦县首富在大城市卷成残废的男主陆明，举着全面爆雷的体检报告，灰溜溜滚回老家云梦县。本打算提前躺平，开启退休生活，保住这条狗命，这烂俗的网文开局也是没水了。谁知主角光环刚落地就撞了大运，传说中的云梦县城市升级系统强行碰瓷，要把这个连高铁站都没有的18线小县城硬生生打造成国际都市，简直离谱，给离谱他妈开门。这间手指系统根据全县60万人口基数，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发放6000万02万。陆明这厮直接从底层牛马变身成了行走的人形印钞机，通货膨胀看了都得直呼内行。看着账户里那串数不清的零，没见过世面的陆明手心直冒冷汗，生怕之前是哪路神仙开的洗白路子。结果系统倒是挺贴心的，保证资金来源绝对合法，官方开挂最为致命。虽然男主每天坐拥6000万，但这笔巨款只能在云梦县范围内挥霍，陆明竟然犯了愁，凡尔赛的抱怨这小小破县城哪有那么多地方能让他一天6000万烧得完，真想帮帮给他2拳。陆明突然智商上线，意识到只有人口才是涨工资的硬道理，只要1年内能把县城人口拉到100万，这破系统就能全面升级，并奖励他100万个小目标。这大饼画的比黑心老板还圆。为了快速花完当天的6000万指标，这货毫无悬念的决定先去洗浴中心体验人生。结果尴尬的发现这里的服务水平停留在上个世纪，全是最贵的198套餐，强行消费降级可还行。满脑子废料，本想找个顶级技师舒缓筋骨，结果进来的8号大姨今年贵庚50，还硬核的说自己是在读大学生。陆明那点可怜的肾气直接被吓到了冰点以下，这波反差搞笑倒是不错。强行通过和大姨的纯洁交谈，陆明发现年轻人全跑南方进厂打螺丝了，县城留不住人，全是因为没有像样的产业。他顿时强行升华主旨，感觉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沉了，纯老套路。陆明化身董王分析云梦县最大的死穴就是消费结构太单一，除了吃住啥也没有，想要留住像他这种暴发户，必须疯狂造就业岗位，搞活经济。这波经济学常识输出我给满分。卡里的系统余额已经飙升到1亿2000万，这货这2天总共花了不到1000块。这种有钱花不出去的矫情痛苦，让陆明觉得手里的烩面瞬间就不香了。观众看的血压都快飙升了。经典误会桥段来了，老爹以为陆明在外面混不下去，回乡啃老，急吼吼的把他二舅喊来。二舅也是个奇葩，大手一挥，打算把自己那台破二手网约车折价卖给外甥谋生，全靠道德绑架啊！穷二舅领着暴富陆明去二手车市场淘宝，嘴里念叨着油车电车随便挑，结果装杯饭陆明进门就狂妄的问有没有奔驰宝马，还万分挑剔的嫌弃人家的二手车调过表，好大的威风！剧情高潮来了，直到看见那辆价值240万的迈巴赫，陆明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全款拿下。二舅理所当然的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这倒霉外甥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违法买卖。周 X 神奇的刷卡成功提示音响彻车行，陆明正式成为了尊贵的梅赛德斯迈巴赫车主。但在吓傻的二舅眼里，他就是个走火入魔的败家玩意儿。这波爽点铺垫堪称爽文万能标配。带着主角光环的陆明开启了布局云梦的第一步，毫无意外的盯上了县里那个荒废已久的烂尾楼，打算豪掷千金买下来当办公总部，强行为他未来虚无缥缈的商业帝国安个家。这栋破楼原本是创业孵化园，结果因为招商引资太拉胯，变成了流浪汉的快乐老家。财务署赵伟强一听有个冤大头要来接盘，激动的跑得简直比博尔特还要快，这也太真实了。土豪陆明像菜市场买白菜一样，当场豪横拍板2300万买下整栋楼。二舅在旁边看的那是冷汗直流，疯狂脑补寻思着这倒霉外甥是不是真的在外面搞了要枪毙的跨境诈骗。为了以后开挂路子走得顺，陆明顺理成章在赵伟强的引荐下见到了财务署大 boss 孙议长，轻车熟路的开启了打通本地政商关系的第2步进阶之路。这男主的社交牛逼症也是没水了，陆明直接开启忽悠模式，来了一顿慷慨激昂的爱乡演讲，竟然强行把孙议长感动的老泪纵横，当场拍板表示云梦县就需要这种人，傻钱多还敢瞎折腾的愣头青回来狠狠搞活产业。接盘合同签完，陆明装作无比云淡风轻的划走2300万，顺便在心里划拉着下一步爽文计划，那就是赶紧招兵买马，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班底，好继续光明正大地败家。任人唯亲的陆明一眼看中了财务专业的远房妹妹宋渊，打算让她来管这亿万资产，借口是自家人知根知底，总比去外面找那些满肚子弯弯绕的老油条强，其实就是图自己省事吧。天真的宋渊一开始还以为这迈巴赫是租来装门面的，
直到陆明爸总副体甩出鲜红的产权证和过户合同，小姑娘才彻底震惊，意识到这个不修边幅的穷酸哥哥是真的突然暴富了。陆明财大气粗开出5万月薪外加年底分红，直接吓得宋渊以为自己误入了什么杀猪盘诈骗窝点。毕竟这穷乡僻壤全县会计加一块的工资，可能都没他这一个人高。这波逼装的响，刚当上万恶资本家的陆明，第二天一早就指挥宋渊去办理公司注册。1个亿的逆天注册资本，直接把政务中心的人看得怀疑人生。直呼云梦县这破地方，竟然出了个活的散财财神爷。暴发户陆明深知装逼派头的重要性，特意心急叮嘱宋渊开着迈巴赫去办事，因为他看透了，在这种小县城里，豪车的车标就是通往效率和尊重的万能通行证。这价值观简直逆天绝了。敷衍的搞定了财务和场地，陆明又开始物色人事经理。老天爷喂饭吃，般机缘巧合下联系到了高中同学沈玲。这位昔日职场女强人刚好从荣城的裁员大潮中败下阵来，巧得离谱。刻意制造反差的两人在路边贪吃着几块钱一碗的烩面，沈玲盯着停在路边的豪车迈巴赫，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浑身铜锈的土大款和以前那个老实学生重叠起来，纯经典套路。沈玲开始上价值坦言，县城的生活像时间静止，虽然安逸但毫无生气。他太想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现状，然后这两人就强行一拍即合，决定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真是够中二热血的。陆明大手一挥，给沈玲开出2万月薪。虽然草创期工作多得要命，但抖 M 沈玲竟然觉得这种被资本家疯狂压榨需要的感觉非常棒。圆梦投资公司的草台班子核心股价算是彻底搭起来了。外挂系统实时提示任务进度增加了 10%， 陆明顿时膨胀，确定了自己的瞎搞投资方向没错，只要不断用钱砸出高质量岗位，留住人才就不再是纸上谈兵的空洞忽悠口号。看着账户里每天自动多出6000万，陆明又开始凡尔赛般愁的抓耳挠腮。他急需一个既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又能疯狂消耗资金的吞金兽行业，于是毫无新意地盯上了老掉牙的零售业。刚好县里最大的万家福广场快倒闭了，炮灰老板王大发欠了一屁股高利贷，只能靠卖特价鸡蛋勉强苟活。这块肥肉在开挂的陆明眼里，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完美韭菜猎物。陆明带着宋渊装模作样实地考察，看着破败不堪的商场，他无比做作的豪气干云掏出500块小费，让看门大爷赶紧联系王大发，厚颜无耻的说是有活体财神爷上门来白送钱了。市里的商场大爷看着陆明一身廉价地摊货，表示严重怀疑。老油条王大发却在电话里听得心里直痒痒。陆明直接抛出刚买的新城大厦当装逼诱饵，强势约王大发线下残酷砍价。陆明狂妄地告诉宋渊，他们不是要复制胖西来，而是要在圆梦县创造一个纯靠砸钱的奇迹，要把这个破商场打造成神州顶级的购物中心。这牛皮吹得我都快替他抠出30亿听了。扯淡的谈判桌上，新手陆明突然就展现出了教科书般的星际压价技术。他深知王大发现在的绝望窘境，每一句话都恶毒且精准地踩在王老板那颗脆弱的心脏上，主角光环也太亮了。5000万的大盘子，陆明这吸血鬼直接对半再对半砍到1500万，王大发气得想掀桌子。但陆明强行装深沉淡淡的提醒他，除了我这挂逼，没人能接你这对烂透了的致命债务。经典欲擒故纵。就在陆明起身准备走人的瞬间，王大发那颗高傲的头颅终于像败犬一样垂了下来。这一场毫无悬念的降维打击博弈，陆明靠着无脑系统的无限现金流直接完胜，滴血1500万成交。王大发只能苦涩感慨后生可畏，陆明却得了便宜还卖乖，笑着说以后大家还有合作机会。这种一拉一打的伪善职场腹黑手段被男主玩的那是相当炉火纯青。被卖了还帮数钱的王大发把自己的私人法律顾问方瑜推荐给了陆明。设定里这位法学界常胜将军因为坚守矫情的家乡情怀，强行降职，甘愿在小县城里默默蛰伏数年，就硬凑 CP 杯。圣母方瑜质疑陆明能不能改变这座破败空城，陆明满脸爆发忽地豪横回答说，如果钱砸不响，那肯定是因为老子砸的还不够多。这浑身铜锈的暴论直接把高知方律师给整沉默了。在正信律所，外行陆明再次光环附体，展现出了超前的法律意识，把收购合同里的违约责任丧心病狂的直接拉满。这种赶尽杀绝的狠辣办事风格，竟然强行深得方律师的激情赏识。抠搜半天后，陆明用区1年12万的白菜价顾问费锁定了方瑜，还厚颜无耻说对这种顶级人才从来不讨价还价，因为他深知人才创造的价值远超这点破工资。资本家听了都流泪。草台班子核心团队在破烂总部大厦正式集结，陆明像传销投资一样立下豪言壮语，吹嘘1年内要把圆梦投资做成扎根破县城、影响全世界的顶级上市公司。
这大话吹得快没边了。这货不仅大发慈悲，给员工开出高出平均水平2倍的底薪，还不知天高地厚，要全面对标胖西来的服务质量。陆明这暴发户的超能力，终于开始在县城各个角落无脑且疯狂的蔓延。假正经的陆明要求财务流水必须公开透明，经得起审计，他不怕花钱，但绝不允许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贪污花糊涂钱。这反贪规矩立得极其硬气，原文自带的槽点我就保留了。为了不让反派觉得暴发户陆总年轻好拿捏，沈凌和方宇狗腿的联手把他送进了高端商场，非要靠疯狂砸钱，从皮鞋到名贵手表全面武装他那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精英装 X 气场。毫无逻辑66千万到账，账户余额已经逼近3亿大关。陆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病呻吟，这种钱多到不知怎么挥霍的做作痛苦。作为穷逼观众的我，看得真想隔着屏幕痛扁他。破烂万家福商场正式完成交割，配角王大发临走前像个 NPC 一样，好心提醒陆明，县城虽小但地头蛇难缠，苦口婆心劝这愣头青以后办事千万要留个心眼。反派登场预警直接拉满，极度膨胀的陆明对此表现得完全不屑一顾，他那暴发户心里只有一个狂妄念头，在这方圆百里穷乡僻壤之内，到底还有谁的脏钱能比他这个天命挂逼还要多？简直欠揍到了极点。强行拉来海城顶级设计团队鼎元空间进场，首席设计师贺明远套路化地傲气十足，觉得在小县城搞装修纯属浪费才华，直到陆明使出超能力说钱不是问题，大师瞬间化身卑微舔狗。疯批陆明要求设计必须达到极致烧钱，不仅要扒皮抽筋式改造，还异想天开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1楼引入全球一线奢侈品牌。这神经病格局直接把见过世面的海城设计师都整懵了。吓死人的800万预算在挂逼陆明眼里只是个零头，他唯一的周扒皮诉求就是快。在毫无底线的金钱狂轰乱炸下，清高的设计师当场屈服承诺，35天交付最完美的方案。这真香定律绝了。降智反派本地建材大亨胡奎终于坐不住了，带着劣质大闸蟹和好酒上门假惺惺试探，打算用霸王长期合同套牢这个刚回乡的超级肥羊，妄想着坐收渔翁之利。这反派智商真是想吃屁。反派胡奎表面豪爽的开出5折供货，实则是想把建材供应权死死抓在手里。这种地头蛇低劣惯用的温水煮青蛙手段，自带透视眼的陆明毫不意外的一眼就给看穿了，剧情毫无悬念。头铁的陆明当场硬刚回绝了胡奎的合同，坚持装清高腰搞公开招标，这规矩直接强势打破了县里20年来的黑心钱规则。反派胡奎的脸色瞬间按标准剧本比锅底还黑，爽点强行加1。气急败坏的胡奎回身就给王大发打电话，准备动用那可笑的背后人脉，给陆明点颜色瞧瞧。这老登环密之自信的坚信，在云梦县没有他点头谁也别想动一块砖头，大家坐等反派被打脸。陆明反手让沈凌把胡奎送的破礼全部退回去，顺便附上一份瞎讲究的对等伴手礼。这招装逼的无声胜有声，应和拒绝，成功让胡奎感觉自己的老脸被主角光环打得生疼，纯属活该。老套路终于来了，胡奎开始暗中使绊子，利用还没注销的抵押登记，强行卡住了万家福的过户。工具人方宇提议走法院素材程序，但需要300万保证金先交上去，这不是给男主送分题吗？区区300万对暴发户陆明来说连毛毛雨都不算，他当即大义凛然决定正面硬刚，扬言要让胡奎知道什么叫法治社会，其实就是想炫耀什么叫无脑金钱的力量不可撼动。这逼装的我给0分。女配沈凌强行加戏，只身前往胡奎公司退礼，言语间客气却带着霸总语录般的冰冷疏离感。无能狂怒的胡奎气得在大办公室里咆哮，像个小丑一样发誓要让这个黄毛小子倾家荡产。智商掉线的胡奎竟然在朋友圈发动马仔疯狂谩骂，高冷陆明却在方瑜的陪同下走进了法院大门，直接一纸降维打击的诉状申请诉前保全，瞬间冻结了胡奎的抵押权，完全就是单方面虐菜。走投无路的胡奎找法院老同学张刚托关系帮忙，结果对方一听对手是无敌光环的方宇，直接秒挂电话，表示这个烫手山芋全县没人敢接，劝胡奎这可怜炮灰趁早收手认怂，人脉也太脆了。眼看在法律上占不到便宜，无能反派胡奎气急败坏强闯陆明办公室，陆明却装逼如风地云淡风轻请他喝真山小种，高高在上地讽刺他吃相实在太难看，这种杀人还要诛心的台词好尬。霸总附体的陆明直接给胡奎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明天乖乖房管所见撤诉，要么大家法庭上见。在开挂般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炮灰胡奎毫无悬念地只能向斗败的公鸡咬牙屈辱认栽。万家福刚水完过户，老爹又凑字数班开始操心陆明婚事逼他相亲。为了打发对方，这凡尔赛逼王故意骑个破电瓶车
去咖啡馆扮猪吃老虎，体验人间疾苦。这古早网文恶俗套路我都看吐了。冤家路窄在城建署报备时，陆明又撞见了胡奎。反派小弟钱志刚强行上线，故意找茬，瞎扯材料不符合最新的环保细则，还妄想用这种幼儿园级别的弱智手段来无限期拖延主角工期。满级大法师方瑜一眼就看穿，这是钱志刚在强行扩大文件适用范围。这种低劣无比的卡脖子手段，在他这个专业神仙律师面前，简直就像是3岁智障小孩在玩泥巴，完美衬托的反派弱爆了。戏精陆明骑着破电瓶车去相亲，毫无意外被那个瑜伽教练出身的拜金女嘉宾嫌弃的体无完肤。对方张口房子闭口公积金的那天，拜金发言也是绝了。陆明这波生硬反转，我听得只想打瞌睡。拜金相亲女正准备按剧本羞辱这个穷酸保险销售，陆明却掐着点接到沈凌救场电话要去赴约。工具人沈凌在众人面前疯狂倒贴，给足了陆明面子。这波啪啪打脸相亲女的爽文套路太俗了。场景硬切到高端局，陆明在高端商务场合见到了白鼠长，对方拉偏架想当和事佬，劝他和胡奎合作。男主立刻伪光正附体，死守底线，坚决不向地头蛇低头，哪怕对方有冠面背景，也要强行装到底。小丑胡奎酒过3巡，又开始装模作样虚伪认错，陆明假惺惺客气应对，但男主光环的招标底线死活就是不松口。这终于让胡奎这瞎子彻底明白，眼前这开挂的年轻人是真的油盐不进软硬不吃。感情线强行升温，沈凌为了帮陆明解围，故意亲昵搂住他向相亲女宣示主权，这让海王陆明有些做作的受宠若惊。沈凌却放狠话说，只要你改变圆梦，我真会追你。这莫名其妙硬凑的 CP 感也是绝了。外挂方瑜轻松利用神仙自动受理条款，成功反制了城建署的无脑拖延。这种专业的法律降维打击，直接让钱志刚那帮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当场吓破了胆，灰溜溜的夹起尾巴再也不敢作妖。贪心不足的陆明又盯上了10里铺村的100亩土地，异想天开，打算把这里改造成全县最大的建材城，妄想直接从源头上切断可怜胡奎对本地建筑市场的垄断。这外行指导内行的爽文脑洞太逗了。NPC 州专员介绍这块地是工业用地，转成商业用地按死规矩至少要8个月。挂壁陆明不演了，直接给议长挂电话要求特事特办，强行用资本实力跑出了无视规则的圆梦加速度，特权狗实锤了。在议长不合规矩的强行关注下，8个月漫长审批流程神乎其神缩短到了7天。陆明凶相毕露，要把这块地变成釜底抽薪的杀手锏，扬言要让反派胡奎彻底在圆梦县版图上物理消失，太毒辣了。钱多烧得慌的陆明在全县范围内开启了扰乱市场的疯狂招聘，普通员工薪资离谱上浮 50%， 管理层直接无脑翻倍。他这哪里是在招人，这简直分明是靠狂撒币在培养资本的冷血死士啊！打小报告能手沈凌果断拨通营商环境督导热线，把城建署那点苍蝇破事全给捅了出去。这种主角光环加持的全方位舆论和行政施压，逼得白署长不得不灰头土脸的亲自下场大义灭亲，清理门户。炮灰钱志刚果然灰溜溜的拿着批复文件上门卑微道歉，装逼犯陆明冷艳高贵，连正眼都没瞧他一下。在这场毫无悬念的智商与财力较量中，地头蛇可怜的每一根爪牙都被陆明这挂逼硬生生残忍拔掉。暴君陆明只会拆除对暴力同步进场，破烂万家福商场，开始了强行浴火重生的所谓虚幻蜕变。他还盲目深信，只要砸钱把基础设施搞好了，外逃的打工人早晚会像候鸟一样乖乖归巢，真是做梦呢。无脑任务进度飙升到 30%， 系统的外挂奖励让资本家陆明底气更足了。这卷王竟然还有闲心在凌晨4点写进买申请书，铁了心要把反派胡奎的最后一点遮羞布尊严也给残忍彻底拿走。马屁精州专员对陆明乱砸钱的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嘴硬的胡奎也不甘示弱地递交了竞买书，强行拔高利益。在这场看似公平的土拍背后，硬是被作者写成了2个时代的离谱终极对撞，太扯了。狭路相逢，陆明在走廊遇见胡奎，甚至绿茶般大方表示可以借钱给对方付保证金。这种杀人还要无情诛心的恶劣操作，差点把胡奎这倒霉蛋气得当场原地表演一个急性脑溢血。反派当的也太惨了。胡奎困兽犹斗进行最后搏命一击，联络各方增加所谓5000平米自有仓库的产业准入门槛。这老登天真的以为陆明这个暴发户新丁没地没库，肯定会被这破门槛死死挡在门外，智商简直堪忧啊。龙傲天陆明得知后只是冷笑一声，转头就买下了濒临破产的长青木业，不仅拿到了8000平仓库，还顺便救活了一家濒死的本土企业，这万能金手指开的也是没水了。欢迎订阅，下集更爽。